未來的世界很清楚，那就是 AI 的世界。未來要評估一個國家強盛與否，已經不是單純說看你這個國家制造力有多麼樣的強，而是說你的 AI 能夠使用的程度有多麼樣的高。特別在所有的戰爭裡面，你可以看出來，你有飛機、大炮、飛彈，已經不足以來支撐一個強盛的國家。誰有 AI 最快的計算能力？誰有辦法做最快的戰場管理？誰能夠最快的打到了對方，才能夠決定這一場戰爭的一個勝負。而台灣非常妙的是，我們擁有所有 AI 的優勢，我們又可以做最好的晶片，我們可以做最好的機櫃，我們可以做最好的封裝，甚至連冷卻系統都是台灣做的。在整個 AI 的硬體裡面，台灣獨佔鰲頭。但是一個關鍵在哪裡？在 AI 的世界裡面，有一個最基礎的能力，這個基礎的能力就是電力，也就是當你的計算到了盡頭，拼的就是你的電力。我們台灣剛剛講的，我們有很好的晶片，我們有好的封裝，我們有最好的工廠。可是我們現在我們的電力搖搖擺擺。我們現在每次到了我們看到的整個夏天的時候，用電需求高的時刻裡面，你就看到不斷的出現莫名其妙的停電。我們就看到要求這些用電大戶你要停電，然後我寧可幫你買電。我們就看到我們看莫名其妙的降壓降到很多人的電器開始的不穩定。如果說我們有最好的 AI 製造能力，可是，在 AI 的關鍵基礎裡面的電力，台灣是搖搖晃晃、搖搖擺擺。這樣的台灣有辦法去面對未來的 AI 世界嗎？好，在這一段裡，我們特別邀請了桃園市的副市長王明去，因為他過去對於我們的核四、對於我們的核能、對於我們的天然氣、對於台灣我們的能源韌性有非常強的這個所謂的研究。過去我們也曾經邀請過他討論過很多遍。今天我們也特別請到，特別在波灣戰爭、波灣這一次事件裡面，更可以看出來我們天然氣的脆弱性，來了解經過這次之後，我們台灣的能源安全、台灣的能源韌性、台灣的能源條件能夠面對未來的 AI 世界嗎？副市長你好。是，你好，寶傑兄，好久不見了，好久不見了。好，那剛剛已經提到，我們這張圖呢，這個是黃仁勳他所提出來的，你的 AI 是有5層架構的，是5層架構裡面，其實在第4層架構晶片這個架構裡面，台灣是非常強的，是最好的晶片都在台灣。那我們其實我們在應用 AI， 當然這個我們台灣需要努力，可是最基本的是最底下的能源，也就是說你沒有能源，一切就免談。當我們開始要用 AI 一啟動的時候，那就是電力大量要使用的時候。現在你一直在強調，光是我們平常要用電，我們就已經搖搖晃晃10個鍋子5個蓋了。未來要面對 AI 的世界裡面，那用電量要大幅的增加，特別是台積電未來的2奈米廠，甚至這個1奈米的廠都要在台灣設的時候，那台灣的電會夠嗎？是這個，我想大家知道哈，最近這3年這個 AI 這個議題非常非常熱哈，在股市上顯示出來，就是這些跟 AI 相關的這些股票都大漲哈，漲了很多。那但是我想我們也很清楚了哈，所謂的這個 AI 算力哈。算力其實就現在就等於國力了，因為未來很明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 AI 的協助，甚至於完全要靠 AI 才能執行。可是這個算力怎麼來呢？哈，算力就得靠一個大的資料中心，然後在上面運作大的模型，很棒的模型啊。那中國大陸、美國大家都在發展這個模型。模型在這個大的算力中心啊，算力中心的架構就是它裡面有很多伺服器啊，伺服器裡面有很多晶片啊，然後呢才能夠讓這個可以運作。可是它最底層的，就像黃仁勳先生講的，它最底層是讓這些東西可以運作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是能源，有電。对，因為以前我們的對於這個資料中心定義是你有幾個機櫃啊，10個、20個、30個、100個。可是現在這 AI 算力中心的這個這個算法都已經不是這個，而是直接用電力來算。你要像比如說美國他們要做的這樣大的算力中心，都是用 Gigawatt， 就是100萬千瓦來算的。他要做個10百萬千瓦或是20百萬千瓦來算的。那台灣呢？我們現在看看，就是之前哈，其實也跟桃園有關係啊。台電呢，在這個大概可能半年多以前宣布說，在這個桃園以北，只要是5 Megawatt 以上的資料中心，我們就考慮，我們就簡單說不核工。所以所謂的核工就是說我核定供給，所以超過5 Megawatt 我就不核工。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限制這個部分了。對，那不就限制我們 AI 的未來嗎？是，所以其實為了這件事情，張市長跟我其實都跟台電抗議過。那這樣說，那桃園以北大家就不要設資料中心，那怎麼辦？那台灣到底要不要 AI 啊？對
對不對？到底要不要 AI 的算力中心呢？那副長，我是外行人，如果今天桃園以北那5 GigaMake 它不能去設這個資料中心，對我會有什麼影響？對整個北部的人影響會有什麼影響？因為沒有我們自己的算力中心的話，那我們如果我們需要我們的 AI 算力來幫忙我們的農業，幫忙我們的交通，幫忙我們的國防，幫忙我們的氣候的這個預測，那什麼都要靠別人呢？對不對？那我們所有都要跟 Amazon 跟微軟去買它的算力嗎？那這個都是對台灣最攸關的事情啊。所以我們可以做最好的機櫃，我們有最好的晶片，我們有最好的冷卻系統。結果搞了半天以後，因為我們沒有電，所以我們不能在台灣設立這個大規模的資料中心。這個就是我一直覺得非常諷刺的事情。就是說你們這個美國不管什麼 NVIDIA 這些國，你們的晶片伺服器都是台灣做的，對不對？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做模型，可是硬體都是我們做的。結果我們自己要把這些硬體組起來，變成一個 AI 算力中心。我們這個財力當然是一個，我想財力應該不是問題，但是問題是沒有電呢，對不對？你5 MW 的資料中心就說我不合工啊，我不給你電啊，那就完蛋了。那不要說 Gigawatt， 我們連個這個100萬瓦都已經沒辦法做到的話，才5 MW 啊，那20 MW 就已經是個天文數字，這100 MW 這只不過是起跳的一個基本門檻，對，那都沒有辦法做，那我們自己就做了一大堆 AI 算力中心需要的設備，可是我們自己卻沒有 AI 算力中心。原因不是沒有錢，原因也不是沒有地，原因是叫做沒有電。那對台灣其實是一個，我認為這個是在未來啊，你需要靠 AI 來指導所有的這些科技。我剛剛講的交通、氣候啊，甚至於這個大的這個運算啊，你要去預測這些事情啊，包括農業，對不對？哈，包括水啊，那你要大家來協助，要 AI 來計算這些東西的時候，可是你的這個算力，你的模型操控在別人手上就算了，結果你連硬體都操控在別人手上。所以他現在不是告訴你說，我現在說我告訴我有電。我絕對不承認我沒有電的問題。可是你如果需要大型用電的這些設施的時候，我就卡你，我用這個卡你來這個掩飾我沒有電的事實。我想台電應該也不會希望卡了，可是它事實上它就是沒有電嘛，對不對？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們現在整個桃園以北，桃園現在整個北區最大的電廠就在桃園的觀音我們的大潭電廠是世界第1大的天然氣發電廠，700多萬千瓦。可是再往北呢，能夠供應我們整個這個大北部。新竹不算哦，整個大北部大概就需要1000萬千瓦以上。然後呢，再往北就是林口的燒煤的這個240萬千瓦的這個林口火力發電廠，然後就沒有了，沒了。對，然後就沒有了那最後的這個北部呢，還有供應北部電呢，是在花蓮的最北端叫做和平電廠，有2部60萬千瓦的電廠這個大家可能還不知道記不記得，2017年呢，就是這個和平電廠它燒煤，然後呢發電呢，可是它的這個第一根電塔這個電線桿大電塔倒了，因為台風來就倒了，就它的電發不出來那一年呢，所有的這個夏天大概就限電，所以公務員呢這個夏天不能吹冷氣，那一年其實非常慘那一年當年我還在這個台大醫院裡面服務。所以那個我記得很清楚那醫院有點占了一點便宜醫院就是算是特別優先給電，但是公務員很慘。總之呢這個整個北部我們的台灣的問題是整體的電因為過去的設計是希望在北部就用核能發電，因為人口密集，因為所以我們有個核4，所以有一個核1，有個核2，有個核4，而且主要是地質也適合，對，萬里那個地方 OK， 對，安全然後不怕海嘯設計都做得很好但是。在過去這麼多年的這個幾乎10年的這個能源政策這樣的非核家園把它廢除之後呢所以核1沒有了，核2沒有了，那核4一直擺着不用封存了。那整個北部地區其實就沒有電了。那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以後北部我們要設立這個所謂的大型的資料運算中心、大型的資料中心就沒有可能了。那如果是這樣的話，當然所有的運算就是我們講 AI 就是國力，它也是各個縣市政府的這個所謂的能力。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整個北部不就會有危機嗎？對，那個我稍微補充一下，當然我們有一些天然氣電廠了，比如說這個在桃園就在市區大鬧區就有一個桃園有一個發電廠。然後呢，海邊有一個這個海湖發電廠但是這個其實發電量都有限那其實他們現在也在更新中，所以未來如果沒有電的話，真的就是這個 AI 算力中心是建置不起來的。結果我們這最諷刺的就是，你們美國呢，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算力中心的晶片都是我們做的，伺服器都是我們做的，可是我們自己卻沒有算力中心，因為沒有電。
那沒有電這件事情呢，其實是台灣一個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嚴肅的議題哈。我一直認為這個議題最好不要跟政治、不要跟意識形態扯上關係，因為每一個人都需要能源。好，那另外就是除了電力本身的量夠不夠之外，電力的穩定度也非常高。剛才講，包括你說台積電是你那個電不可以有任何的誤差，不然那個幾百個晶片、幾萬個晶片就會沒有了。包括你在未來 AI 的運算裡面，你如果中間電力有一些的不穩定或一些閃失的話，那也會造成你整個後面的損害。現在我們不是說電不夠，是我們現在的電的穩定度都會被質疑，因為莫名其妙一到夏天就莫名其妙的停電，莫名其妙的降壓，這個對台灣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我跟您報告一下哈，其實這個我們的電呢哈，現在最充足的時候呢，是每天早上有太陽的時候，啊，因為靠着很大量的、相當大量的太陽光電。可是太陽光電就有一個限制，今天呢突然一大堆，突然下起雨來了，雲突然過來了哈，那就突然就沒有電了。哦，那當初呢，其實我一直反對我們有這麼大量哈，当時這個蔡英文政府希望說有20 GW 的太陽能啊，這個發電啊，然後呢有很大量的這個離岸風電，那離岸風電就更可怕啊，因為台灣呢這個缺電的時候最缺電的是夏天，但是夏天台灣沒有風，冬天風很大，可是冬天不太需要那麼多電，因為我們在亞熱帶，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冷的空調，所以冬天比較不需要電，可是離岸風電很大。可是更麻煩的一個就是你剛剛提到的不穩定，因為這個離岸風電呢，一下風大的時候，它突然很多電衝進來，那然後呢，太陽光很亮、很熱的時候、很亮的時候，這個早上8點9點太陽光電少，然後到了11點12點就很多，可是到了4、5點呢就越來越少了，到6點鐘以後沒有太陽了，就沒有電了。所以這個本身天天都在製造不穩定，有時候有電，有時候沒電，有時候風大，有時候太陽沒有了，有時候下大雨。總之呢，這些不穩定的因素對台灣，我們一個相對的一個海島啊，又有這麼多的工業用電，因為我們的電呢，幾乎現在大概60%都是工業用電。大家也許想說我們節能啊，你全家人哈，我們所有的這個住宅用電全部通通省下來，也不過省不到20%。所以工業用電呢就佔了60%啊，工業用電它就是希望穩定，我尤其是現在半導體是我們的命脈，它就是要無時無刻都在運作，因為這個是能夠讓它的稼動率最高、它的成本最低、最有競爭力的一個做法，它絕對不會希望說白天有電晚上沒電的話，或者是這種電變來變去，所以這個穩定的電這件事情。我們不是不喜歡再生能源，不是不喜歡風電，不喜歡太陽能，不穩定，對，但是它不穩定，它的變數太多，我們要花太多力氣去處理它的不穩定，那等於是天天就是一個威脅，那這個威脅對我們這樣的一個工業基礎，需要這麼樣大量的電，那又要穩定的這個狀況來說的話，這種做法，這種策略不好。那雖然我們常常講說我們的電力是10個鍋子5個蓋在那邊遮來遮去，可不管怎麼樣，政府都跟我們講，我們都搞定了，我們是至少我們現在這個太陽能的這個量也越來越高啊，我們現在的風力發電也慢慢的來進來啊，我們進到的一個乾淨能源啊，雖然大家很多的質疑，至少我的電這幾年來也沒有出現大的斷電呢。是這個在過去哈，如果 AI 沒有出現的話，如果這個世界還是按照舊的規則在運作的話，也許。我們可以熬過這個能源不夠的時間，但是現在 AI 的速度發展得太快了，對不對？這些股票 AI 的股票為什麼狂漲？因為他就拼命在蓋這個 AI 算力中心。那他們要蓋 AI 算力中心，所以我們就拼命出晶片，我們就拼命出伺服器，所以所有跟 AI 相關的股票大家就笑呵呵，對，狂漲。可是他們光是製造這些晶片就要花大量的電，對不對？那我們做出來的這些東西，晶片、伺服器，那可是我自己手上一個像樣的 AI 算力中心都沒有。那對台灣其實非常危險，因為剛剛我說到了，這個 AI 的算力就是國力，對不對？那台風，那台灣希望能夠算得更準，對不對？啊，這個軍事啊、部署、農業啊、水利、交通，我們希望能夠算得更準，所以我們自己要有自己手上的一個算力資源。是，副長你講的，我想到以前有一個詩，就是說，你見到一個城市滿街羅衣人，無以養蠶，就是說養蠶的一個小孩子跑到了城市去。然後我養蠶，我種了很多的這個絲綢了以後到了城市都是大城市人在用，就這個大城市的人這個錦樓綢緞沒有一個是我養蠶，那跟我們台灣一樣，我們做了晶片，我們做了最辛苦的工作，我們最耗能的工作，搞了半天這些晶片，結果都是給美國人用，結果我們想要用的時候我們不能用，我們反而沒有電力，我就感覺上
不就這樣嗎？對，這個就是老實說，這是非常諷刺的，對不對？否則的話，我們自己有這個晶片、伺服器都是我們的，那只要有土地有那就把它蓋起來不就好了嗎？對不對？那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為什麼到現在台灣還沒有一個真的像樣？哦，這個我們拿得出來國際級的哈，100 МW 或者200 МW 以上的，美國要做的是 Gigawatt， 叫做百萬瓦，我們做的只不過是啊，他們的 Gigawatt 叫做百萬千瓦的，那我们只不過是這個它的大概可能1%的這個架構，哎，做不出來，您不覺得很奇怪嗎？是，對不對？那這個其實原因其實限制就是沒有電，沒有電。好，那另外，您過去曾經非常質疑天然氣。是，比如說天然氣當時在3接的時候，我記得您當时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你說光是接運售，好，這個天然氣有很多麻煩，它儲存的時間很短，它都是要海運，對，然後呢，而且它中間，比如說它中間有一點點那個什麼的時間，儲存的時間又短，中間有一點點小問題，它就出問題了。那可是台灣就太依賴天然氣，我們有50%要依賴天然气，是我居然把台灣等於50%依賴在一個我的能源完全要靠別的國家，而且都是要海運儲存時間非常短的一個能源，你覺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當時聽着，然後最近又發生了我們看到的這個所謂的荷姆斯海峽的事件，那個危機就迫在眼前了，那就真的就發生了。是，這個我跟寶傑兄還有我想可能未來看這個視頻的這個所有的這些朋友們稍微解釋一下。簡單說呢，我們發電就是靠着能源，靠着燒開水把這個開水燒開了，要用這個水蒸氣去推動發電機，就是這麼一回事。那你要用什麼東西來燒呢？那你可以考慮用核燃料那就是核能電廠。那核燃料呢，你只要運一次，1年半就不用再運了但是呢，你如果用煤，我們呢可以靠着純煤把煤放着儲存起來，我們台灣的儲量大概也可以撐2個月以上。那天然氣呢？它也可以存，可是問題是它就需要那個大家看過，好像像雞蛋一樣好大的一個白色的一個儲槽。那台灣現在天然氣呢，只能存11天，如果夏天用的多的話，可能只能存7、8天。那意思就是說，你每7、8天就要補一次燃料，每7、8天全台灣每7、8天就要補一次，就要燃料，每次就要燃料你可以想象你在做生意，結果你做生意，你賣小吃，賣牛肉麵，賣什麼？可是天天都要送煤氣桶。天天都要送瓦斯桶，你每天都要換瓦斯桶，甚至一天還要換2次，那多煩吶，對不對？那你難道不希望說，我就買一個燃料，然後1個月、2個月，甚至1年，我都不用換了，我都不用做了？對。那萬一你要叫瓦斯桶的時候，那我送瓦斯桶的摩托車翻車了，那怎麼辦？你就完了。所以天然氣的問題不是不好，我們也喜歡天然氣它比煤來說沒有污染，但是它價格貴，我們自己不產。台灣呢，98%的能源都要靠進口。你可以進口煤，你也可以進口核燃料，你也可以進口油，你也可以進口天然氣，這都是選擇。那你會進口什麼？當然你一定會希望進口一個便宜的、穩定的。你不會希望進口一個隨時會被人家威脅斷貨，對或者不是威脅，它就是會斷貨，例如波灣戰爭或者是貴的，你不會選擇貴的。所以天然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配比好像我想在座應該看這個影片的朋友，應該很多人都在投資。你投資你會把所有的東西都壓在一隻股票上嗎？而且是不穩定的，对不對？隨時會有危機的。對這個股票呢，它今天漲100%，明天降100%這個隨時上下這個幅度非常大。你敢這樣投資嗎？不敢吧？你都是第一句話就是分散風險。好，那當然大家在質疑說，包括現在的荷姆斯海峽的風暴，大家會覺得你現在台灣的天然氣都是靠外都要進口，你的儲存的時間那麼短，那會不會有危機？那我們的經濟部長不用擔心，我們的調度能力很強啊。我們在下個月需要22個 LNG 船，我們已經有20個船，我們已經訂到貨，所以我可以弄到貨啊，你不用擔心啊。這個我想部長講的一部分話是對的的確，我想這個經濟部政府這個在調度天然氣的來源做了很多努力我們以前呢有從這個卡達來的，這是大宗後來慢慢就做了從馬來西亞、從印尼，然後從美國、從俄羅斯、從澳洲，從很多地方增加這個天然氣的來源，所以這件事情沒錯但是卡達還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事實上卡達的這個天然氣的這個製造這個液化天然氣出口的這個能量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全世界的天然氣裡面呢，有超過20%以上都要從這邊來，不只是我們，日本也要從中東來，韓國也要從中東來，對不對？那歐洲呢也要有一部分也要從中東來那所以這些天然氣的來源呢我們當然短時間我們可以調度，可是長時間一長，卡達現在這個天然氣的設備已經
不製造液化天然氣了。那現在更慘的是，它製造出來也沒用，因為荷姆斯海峽被掐着，所以卡住了。所以你要不一工廠不生產，生產了船也運不出來，這個問題呢會非常嚴重啊。那你可以想象看，本來這個世界的供跟需是平衡的，那突然供給掉了1/5，掉了20%，那剩下那大家就要搶，對不對？所以呢，天然气也許我們短期內可以調度，但是因為買得很貴的，對，那就一定要搶嘛，對不對？人家出这個原來的價格的2倍，那你說我要3倍，那他說4倍，那怎麼辦？對不對？我們有那麼多錢，對，可以去搶天然氣嘛？那我們以前曾經討論過，就是說除了這個以外，它的3階也是個問題。我們講1階、2階、3階，3階已經搞得沸沸揚揚了，已經搞得雞飛狗跳了。那現在要搞4階、5階、6階，我們要7階，我們要7階才能夠真正供應台灣真正的天然氣。你3階就已經做不下去，你說這個接頭對台灣來講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是這個，我跟大家稍微再科普一下哈。簡單說，這個剛剛寶傑兄講的這個接哈，其實就是天然氣的接收港。接收港哦，因為液化天然氣的船進港呢，它的港不是普通的港，不是說高雄港我就開進去，不是這樣，它要特別為它做一個接收港啊。然後呢，它要進港的時候，其實旁邊的船都要離得遠遠的，哦，要風平浪靜，因為它載的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啊，所以萬一會爆，它不會什麼大爆炸，但是它因為它是一個非常高壓的一個氣體，把它壓成氣體啊，壓成液體，所以它的壓力非常大啊，所以它進港的時候，旁邊船都要離開，然後風浪不能太大啊，否則會有危險，所以都要為它特別去制造一個天然氣的接收港。那台灣其實就是地小人稠，我們沒那麼多地方去做這個接收港，所以這個政府在想的就是3階，就是在大潭電廠的旁邊啊，因為大潭電廠它的這個發電量非常大，700多萬千瓦。那目前天然氣怎麼來呢？就靠了台中啊，還有陸上用這個非常大哈36英寸的這個大海管在海底送過來。可這個海底的管子因為變數太多了，不太安全，所以就乾脆就在旁邊直接設一個天然氣的接收港啊，讓天然氣直接運過來，就在那邊用。想法是很好，當然這個前面有一些環保生態藻礁的問題。對啊，那總之我們要找到這個接收港不容易，好，然後要擴大，還有一些問題要解決。那個地方大家如果去觀察一下的話，就會發現3階這個位置剛好是台灣這個迎向東北風最強的地方，所以這個每不是船很不穩嗎？對，所以1年365天真正能夠接收讓船進港的時間，大概至少有差不多75天到80天，船是沒辦法靠港的，因為風太大了。是。那變成說，你365天，你有70、80天船沒辦法進港，那天然氣怎麼來？對，這都是問題。所以呢，這個我們當然喜歡天然氣的一個比較乾淨的能源啊，那有它的一個限制。可是我們兩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如果希望能夠儲存更多的天然氣，那就要更多的天然氣的除槽。對，可是沒那麼多電，大家沒有人願意天然氣的除槽。那太危險了，太危險，大家會怕，對不對？你知道我小時候在八德路。有一個大台北瓦斯的那個天然氣槽，對，我每次經過那裡，我都很擔心它會不會爆炸。是，所以沒有人會願意住在那個所謂的天然氣槽旁邊。對，所以這個就是，所以你當你在選擇這個燃料的時候，那你說核燃料，大家都在講核燃料、核廢料，可是事實上，核燃料、核廢料，因為它的體積非常小，大家都不喜歡它，我了解，大家都不喜歡它，可是因為它非常小，所以我們就有很多方法可以把它遠遠的隔離起來，讓你都看不見哦。我相信全台灣現在2340幾萬人裡面呢，大概只有可能千分之0.1萬分之一，甚至于万分之一更少看過什麼叫核燃料，我真的沒見過，對不對？那這個跟你所謂的核廢料、核燃料，其實它最大的好處不是說它好，而是說我可以把它徹底的隔離起來，你不用怕。那不像天然氣的除槽。你就擺在這個市區，對不對？那視覺壓迫非常可怕。對，那我們也講說，我們的能源來吹噓說，我們能源很多元啊，我們有煤啊，我們有這個風啊，我們有這個光啊，我們有這個所謂的有煤，剛好有天然氣。可以說，我們有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基本上要機載的電力，它是一個穩定。比如說像光跟風，它就不是一個機載，不能做機載電力。可是我們的機載電力一個最大的問題都是要靠進口。然後這個進口的外面只要有點風吹草動，只要有點戰亂，就會影響到台灣機載電力的這個能源。是這個剛剛寶傑兄所謂的機載電力哈，就是你不管365天，不管你是今天晴天雨天，工廠有沒有開工，你最少一定要有的那個電，那就叫機載電力。台灣的這個機載電力，我們會在什麼時候看到？
就在春節過年的時候，工廠都休工了，商店都不開了，這個時候我們台灣的需要的用電大概是2000萬千瓦。所以這個時候呢，這就是我們的基載電力，意思是說你這個既然365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有這麼多電的話，你會怎麼發？你當然會用一個最穩定的，對不對？最便宜的來處理這個電。那有時候我的工業量大，我就要稍微多一點；有時候我的工業量少，我就要少一點。那你就可以用那些好調控的來處理。那個反正不管365天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要的，我就不用管了，我就用最穩定的、最便宜的，因為它每天都要燒，每一秒都要燒。所以這個就是你剛剛數到的所謂的基載電力。這個什麼是最好的基載電力呢？那當然就是最便宜的。沒有空污的廢料又很少，我又可以把它隔得遠遠的看不見的，老實說，我也不喜歡核能，如果有比它更好的東西，我們何必用它呢？對，所以我以前常說，就是我並不崇拜核能，並不是說這個它有多麼的美好啊，不是這樣，而是台灣地就這麼小，誰喜歡家裡面旁邊蓋電廠？誰喜歡家裡面旁邊放天然氣除草？對不對？那我們可是他總是問，那誰喜歡家裡面旁邊是燒煤的電廠，然後一天到晚制造空氣污染？沒人喜歡。可是你就要電啊，你就要有東西，要有燃料燒啊。那你只好選一個真的一定要的話，那就只好大家組合，對不對？有的我選一些便宜的可是如果核能電廠太多，真的能夠做到常常有人說，那我合適，那我乾脆蓋核5、核6、核7、核8好了通通做核能電廠。其實不是這樣，因為蓋核能電廠它得考慮地震，它得考慮海嘯，它得考慮很多地質的條件、水溫這些問題所以它能蓋的，台灣現在能蓋核能電廠的，就這些了，就那個地方沒有了，就是核1、核2、核3、核4再蓋沒有了。可是這些地方其實當年也是美國人幫我們選的，他是美國人選的，對，選好了，所以這些地方相对最安全海嘯、地震什麼地質都選好了而且每一個核1、核2、核3、核4它都可以再擴充，那目的就是說，你就只有這些地方了，那要不要用隨便你。電視看不到的獨家內容，鎖定 YT 寶傑怎麼說，每週3、4晚間6點獨家上線，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加入會員按下超級感謝，聽聽寶傑怎麼說。